道嗎？每次在讀聖經讀到某某支派得到從哪裡到哪裡，很多人都會瞬間進入好棒哦，然後睡着模式。但請注意，約書亞記13章15到33節其實是一場超大型土地大風吹真人秀，而且裡面出現的角色比你想象的還精彩，還帶點政治、神學、家庭倫理，還有一點點你沒想到神竟然這樣安排的驚喜。你以為分地就是畫地圖？不，這章根本是以色列地產界的風雲人物特別篇。根據經文，流便支派是摩西在約旦河東就已經分好的。你看哦，流便支派很妙，他們很早就跟摩西說，那邊的草看起來很嫩，我們要這裡。這完全就是古代版的我們先卡位，這邊地便宜，坪數大，交通不便沒關係，我們要。結果神也真的讓他們住在那裡，但是這裡有反轉，他們住在河東，看起來像贏家，但後來被外邦入侵最快的就是誰？就是他們。這段經文像是在提醒我們，你以為你選擇最舒適的，其實有可能是最危險的。神的眼光跟人真的不太一樣。接着說到迦得支派，他們的策略很像跟風投資。流便說河東不錯，迦得就說好，那我也要。這群人像什麼？像是看到朋友買房在蛋白區，立刻說那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但請注意，迦得支派的地包括以前那個著名的基列地，還有拉巴。聽到基列，你是不是想到什麼？沒錯，就是基列的香膏那個地方。結果你可能以為是個很香的地方，但其實那地以戰爭聞名。也就是說，迦得支派做的是買房送戰場，入手即開打。你看這故事是不是比你想象的精彩？然後瑪拿西半支派也分到河東，但你注意到了嗎？是半支派。這像是什麼？像是有一個家庭說，我們家要買2棟房，一半住東邊，一半住西邊。你聽到會覺得這樣交通很不方便耶，過節很難聚耶，你們怎麼這麼分裂？結果神竟然讓他們這樣做，為什麼？因為神很清楚，這支派的特色就是心裡有2個方向，所以神乾脆讓他們真的分兩邊住，你裡面怎樣，外面就怎樣。最後一段最讓人驚訝，唯有利未支派，摩西沒有把產業給他們，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他們的產業。等一下，沒有地，那他們要住哪？是要在山洞裡嗎？不，這裡有超級神學反轉。神說，你們不用土地，因為我就是你們的土地。哇哦，這句話太炸了！你知道在那個農業社會，土地是什麼嗎？土地等於收入、保障、安全感、身份地位。神卻對利未人說，我是你的保障，你不需要別的。神不是剝奪他們，而是親自成為他們的永恆保證書。整段聖經其實是在告訴我們，人看分地，看的是舒適，好不好住，安不安全，划算不划算。神看分地，看的是你的性格需要什麼，你的命定在哪裡，你需要被保護、被修剪，還是被提醒？你需要土地，還是你需要更多的神自己？整段分地讓我們看到，神分地不是隨便分，是分得超級精準，每一塊都不是巧合，而是牧者的手放的。